猫腻就不会坦坦荡荡的送到门口了。定王殿下可是今年的主考官之一啊。也对。小姐，你终于赶上了，还早到了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啊。多谢王爷。无需言谢，本王从不欠人。王爷，小人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王爷。您好像年纪也不小了，小人的父亲在您这岁数，那孩子可是一大堆了。小人是个大夫，医术还不错的那种，这个您都知道的。小人看您是个英雄人物，又如此的礼贤下士，就总觉得得为您做点什么。我们穆家，就是我父亲。有不少壮阳的秘方，您要是需要的话，小人可以便宜给您吃。小姐。我人生第一回好心好意，觉得定王殿下人还不错，所以想着之后可以帮他治治他那不能人道的毛病。他怎么还生气了？可能你刚才说给他便宜治。什么？那他难不成还想免费啊？堂堂定王殿下，他缺那点真金吗？好，停！排好队。你便是方才定王殿下所送的举人啊，惊鸿公子，在下延州穆卓华。今日险些没赶上，多亏了定王殿下仁义无双，这才及时赶到。女举人当中姓穆的只有一位。穆举人能得柔嘉公主的称赞，定是有过人之处。公主抬爱，在下愧不敢当。公主不会看错人的，那在下预祝穆举人高中。多谢惊鸿公子。这个女举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先是定王殿下亲自送考，后是惊鸿公子亲眼相待啊！莫非是某个世家大族的小姐？没听见惊鸿公子说的吗？这女举人得了柔嘉公主的夸赞，可是了不得。
陛下，定王殿下除了救急需要调养之外，再无他政了。瞧仔细了，万万不能有什么隐疾。皇兄，赵院士乃杏林高手，他号的脉不会有错的。是。有走针出现之时，暗卫已经向朕禀报过了。朕已经命杜重把暗卫这3年来的花名册和出入名册整理出来，交由你的府上。多谢皇兄。没想到这暗卫中竟然会有奸细。皇兄莫要动怒，别伤了身子。我爱。那日你说要去天童山一趟，不知为何，朕万分担心。还好朕的人去得及时，要不然这后果……天下之大，北凉人仇视我南陈已久，想杀陈帝的人又岂在少数？背后想杀你之人，朕绝不会轻饶。然，你也不能过于心切。皇兄放心，陈帝还想多活几年。那就好，只要你平安，朕也就放心了。皇兄，近日太后身体可好？朕还未将你险些遇难之事告知于她，你万万不要让母后担心。皇兄放心，那陈帝就不去叨扰太后了。对了，你也该去贡院尽一下身为巡考官的职责了。是。若拒马河一事当真与太后关联，总要有明确证据才是，不能伤了皇兄的心。袁成明已经死了5年，可无心岛上的空冢却是个修成不久的新坟。还有云香月，作为女儿，她为什么不用真名为父亲立碑，还用了很容易被查到行踪的花名？这其中定有他人设计引导。只见再着人仔细查一下袁成明的衣冠冢，本王要那个衣冠冢的所有资料。是。会试开始。第1场铁青，圣贤陆为人章。小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心里大概是有数的。算一下，第1场金翼，是我最有把握的。诸子百家，不说倒背如流，那顺着背应该一字不差。晨儿，皇叔，您可算来了，您竟然会迟到。有你在，皇叔歇歇不成啊？自然可以。您看，我都没有派人催您，我就想着您何时想来便来。
哎呦，说起来，这届女考生虽然大多数出自世家，不过也是开创之举。这全是皇叔您的功劳。只不过，以世家的底蕴，想要栽培出几位女举人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就是考中贡士，确实难如登天。我一向赞同皇叔，不过重开女子恩科这件事，我却始终不明。有何不明？女子就算考中进士，那最后的结果，也不过是回家相夫教子。您说她这苦心读书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若不经世治国，还不如多花些时间学学德颜容功呢。哎，从元光女帝开女科以来，哪一届的结果不是这样？那是南陈的风气所致，并非人人都想走这条路。给一条路的选择和将路堵死，那是两回事。人各有志，然而多读书总是有益处的。同一棵桃树，有人视而不见，有人拈花悟道，有人怜其羸弱，有人恋其灼灼。无论读书之后是从政为官，还是相夫教子，若有所得，便有所获。那皇叔，您看这桃花，此刻又想起了什么？想起了一首诗：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字不错呀，一字不错。看看，是不是？看看，想必是沈惊鸿的卷子。皇叔不信啊？那我和皇叔打个赌，这卷子必然是沈惊鸿的。赌什么？就赌皇叔府上的内湖美酒10段香。要不，您的玉佩也成。看来，你对我这玉佩倒是觊觎已久啊。大殿下，您请过目。好。这不是沈惊鸿的字儿啊！哎，我这里也有一份。又有一份，是吗？不是说今年的经义有几道题极难吗？
闻风日盛，这是好事儿。来，王爷，您请过目。哎，皇叔，这份是沈惊鸿的，没错。没错，但可惜，你还是输了。我们刚才赌的是这份卷子。没想到，今年竟有能与沈惊鸿比肩的考生。这天下奇才一人，又何止一个？哎，不过是记性好罢了。那还得看接下来的2场，那才能看得出是否有真才实学。王爷，淮阳散那边有了新的线索。当年的太医院长院傅盛如潜心研制了一种新药，根据御药房的记录，他耗费了不少制线果。这个傅盛如，便是当年我母妃难产薨逝后被抄家的太医。不错，他是元光25年进入太医局，同泰3年升任长院，后因医治云妃娘娘不利，畏罪自尽，死后家里还被翻了个底朝天。那其他那些受牵连的太医，为何没有被抄家呢？或许因为他是长院，所以要负守责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可是本王始终觉得这件事里面没这么简单。王爷是怀疑这幕后之人趁着云妃娘娘薨逝，先帝盛怒的当口，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甚至销毁了关键的证据。王爷，那穆卓华的来历没有作伪，上次的天通山之行也并无可疑之处。难道他和幕后之人没有关系？难道你希望他有关系？我这不是希望能尽快揪出幕后之人吗？他要真是敌人，咱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。他虽非局中人，却为本王解惑不少，间接帮助本王破局。您不会真要把他收归麾下吧？本王身边危机重重，他那么怕死，算了吧。哦，你去告知何心，让他快马加鞭，亲自去一趟江南。惊鸿兄，孙兄，惊鸿兄，你可算来了。在下方志远，荆轲春闱位列第10，沈兄3科第1，问鼎会员，在下佩服。凤兄过誉了。惊鸿兄，咱们这边坐。听说沈兄那日被一群媒婆追了一路，最后不知是哪家媒婆追上了。诸位莫要开我玩笑了，未成功业，何以为家呀？沈兄是连中2元的大才子，怎能叫未成功业呢？未成1品，不谈婚嫁。还是沈兄志存高远，我等实在惭愧。哎呀，你们就别拿沈兄打趣儿了。来，惊鸿兄，别理他们，咱们喝酒。来，不过就是个趋炎附势之徒。那个孙云谦的父亲是工部尚书孙儒，
哎，话说，诸位可曾见过榜上的另一个奇人？文兄是说那个排在17位的穆卓华？不错，这可是自有女子参加科考以来最高的名次了。我记得这穆卓华，经义一科是与沈兄齐名的。经义一科可是只有2份无错卷啊！经义一科死记硬背即可，真正看一个人的才华，还得是诗赋与策论。此人诗赋是以中，策论也不过是中上而已。今年上榜者100份策论卷，有99份策论，皆言对外必战，答了平边策；却有1份以中的卷子，立场主和，答的却是仰边策。主和？对北凉主和？北凉侵略过南陈边境，贼心不死，怎么去如求和？这样的试卷，凭什么能拿到以中啊？你们说是不是？这样的人，心里面可还有家国大业？仰边策，亏他能写出这3个大字儿。一介女子，也就这等年纪了。惊鸿，你怎么看？在下觉得，穆公氏的这篇策论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想法。惊鸿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这种策论只有贪生怕死之辈才能写得出来。大丈夫处事，应顶天立地。主和并非是贪生怕死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。北凉那些人，可都是宁死不屈的硬茬。这姑娘家的，贪生怕死也是人之常情，难怪会主和了。女人就是女人，生性柔弱，这官场战场本就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。那穆卓华今日怕是不敢来了吧？以他的诗才，来了怕也是颜面扫地。以一女子的身份混迹于男子之中，实在是不伦不类，有失女子贞洁呀。就是，真是晦气。你又不娶她，晦气什么劲儿啊？今早出门便闻喜鹊啼叫，我就知道会有好事发生。果然，这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在不断提我的名字。在下穆卓华，见过各位同科。穆公使，沈兄，恭喜沈兄荣登榜首。文征楼内有幸领略沈兄的冠绝风姿，当真是雄才伟略，笑看非语。不与庸碌同流，着实令人佩服。穆公使，谬赞了。无知妇人，说谁庸碌？他不过是侥幸登榜，竟也敢在我等面前大放厥词。你瞧他会数吗？这位同科，在下不过是夸赞沈兄罢了，何来厥词？这妇人2字，在下领受了，可对这无知2字，却是大为不解。在下寒窗苦读，凭着真才实学参加会试，经过诸位考官大人的评选后，得中信榜，怎么也和这无知沾不上边吧？哦，这般说来，在下的确并非文武双全之辈啊。你说得好。参见柔家公主。免礼。本宫不才，忝为今日簪花诗会的主办人，全仗各位赏脸。公主德才兼备，
下女子楷模。你们与本宫相熟吗？你们只不过听说了本宫的一些事情，便断定本宫德才兼备。对于穆姑娘，你们也只是听说她是个女子，又无背景，便断定她无才无德。公主恕罪。尔等学识，比之诸位考官，如何？吾等不如。自知不如，又何必质疑考官的评判？论才，本宫不及诸位，未免遭人当面腹诽，背后议论，这主办人不做也罢。你们全当本宫是来赏花的，其余请自便吧。公主殿下息怒，今日之事，错在在下。不错，你身为会员，众人以你为首，你若持身公正，以身作则，他们就不会言行失当，肆意诋毁一个姑娘。公主教训的是，我等读万卷书，终究不及公主行万里路。读圣贤书，却不解圣贤意，幸得公主教诲，当如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。方才穆卓华所言不错，尔等轻慢他，不只是质疑他的才华，更是质疑考官的清白，朝廷的公正。这簪花诗会世人瞩目，你们真以为今日只有本宫在此？若此事传出去，尔等的功名、前程还要不要？哎，晨儿，别忘了，我们此次是来旁听的。皇姐如此偏颇的女贡士，我反正看不下去了。朝廷并不是容不下质疑之声，况且穆卓华的名次本来就有待商榷。太好了，大殿下与定王殿下是帮我等说话的。大殿下哪里是帮我等，分明是不忿公主指摘沈惊鸿。参见大皇子殿下。既然已经公布了名次，又怎能说有待商榷呢？他的策论立意太差，满纸荒唐。见过皇叔。参见定王殿下。这就是小人的答案。这不是文征楼内皇叔看上的那条小鱼吗？皇叔对他好像特别上心。哦，不过是判卷时几位考官有些分歧罢了。